美国当地时间周三晚，中国第11任驻美大使秦刚抵达华盛顿，正式履新赴任。秦刚在抵达华盛顿之后，即向中美媒体发表讲话，表示，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是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盼。在数十年的外交生涯中，秦刚2度担任外交部发言人的经历尤其受到关注。分析认为，选择秦刚作为新任驻美大使是新形势下处理中美关系的需要，而秦刚履新后的首要任务是稳定中美关系，并尽可能推进对美合作。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秦刚抵达美国履新。秦刚抵达机场时，打着红色领带，佩戴的白口罩上还有中国国旗的图样。秦刚抵达华盛顿后，即向中美媒体发表讲话，表示，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就不会关上。中美关系又站到了一个新的紧要关头，既面临诸多的困难和挑战，也有巨大的机遇和潜力。何去何从，事关两国人民的福祉，事关世界的未来。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是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盼。秦刚还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站的欢迎词中写道：“中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将是两国人民之大幸，世界之大幸。”此外，秦刚还致信全美侨胞和在美中国留学生，表示将推动美方维护华人华侨合法权益、公平待遇，并希望在美中国留学生成为促进中美友好的民间大使。秦刚在本月开通了推特账号，抵达美国后，秦刚一连发布了3条推文，表示期待在这个国家接下来的时光，并透露自己将在大使官邸进行14天的自我隔离后，尽快开始工作。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0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发推祝贺秦大使到任。秦刚到任美国驻华大使引起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此前，法新社记者就曾在周2的外交部记者会上，专门就秦刚是否已启程赴美履新向发言人赵立坚提问。纽约时报周4也刊发了秦刚到任的大篇幅报道，还特别选用了一张在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访美期间，秦刚陪同习主席同乘一辆导览车在波音公司访问的大照片。今年55岁的秦刚先后3次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任职，并于2014年至2018年担任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礼宾司是外交部最重要的部门之一，需要帮助规划中国最高层领导人的出访、会晤与参加大型活动的行程。2018年9月，秦刚升任外交部副部长，分管欧洲地区事务和新闻礼宾工作。在数十年的外交生涯中，秦刚2度担任外交部发言人的经历尤其受到关注，特别是因其惯用反问和类比的发言风格而备受外界瞩目。比如2014年，秦刚在回应奥巴马亚太行未访华时称：“你来或者不来，我就在这里。”同年，针对日本媒体批评中国军费支出上涨，秦刚强调，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只端着红缨枪的童子军，国外有些人总希望中国是长不大的童子军，如果是那样的话，谁来维护国家安全，怎么维护世界和平？他对整个中国的外交风格、中国的外交立场、中国的外交实践，包括对西欧国家、对美国的这个外交，我想都是非常熟悉的。尤其是秦刚大使曾经做过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他对这个各个领域的问题、各个领域的议题都应该有非常熟悉的了解。我觉得应该是十分杰出的一位外交官。另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秦刚临行前曾在上海会见来自美国商会的代表，以及迪士尼、霍尼韦尔、强生等美国企业的高层，并与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和智库进行交流。而在前往上海前，他还在北京会见了环球影业的高层。有分析认为，秦刚在外交部不同部门均有丰富履历，且在国内和海外相关部门都有经验，处理过许多挑战，是一名专业性极高的外交官。当前中美关系棘手而敏感，更需要一位专业与能力俱强的外交官担任大使一职。现在这个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头。
那么我觉得秦刚大使依靠他自己丰富的这个经验，以及他这个和美国和西方打交道的这些经历，应该能够在自己新的岗位上不辱使命，来这个在维护我们国家利益的同时呢，来这个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稳定的轨道来发展。今年6月底，担任驻美大使长达8年的崔天凯离任。在离任前发布的致全美侨胞的辞别信中，崔天凯表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关键十字路口。而就在秦刚大使履新前几天，中美双方刚刚在天津完成新一轮对话。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向美方明确了中美关系的3条底线，中方也向美方提出了2份清单，一份纠错清单和一份重点个案清单。有分析认为，在当下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秦刚担任驻美大使后的首要任务，一方面将是传递中方的立场与诉求，推动美国改弦更张，解决中美关系间现存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管控两国分歧，避免中美关系继续恶化。《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秦刚面临的一大挑战是既要能代表中国方面的立场，同时仍要构建中美之间的桥梁。当前，美国两党在对华强硬立场方面展现了少有的团结。驻美大使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多的。那么，我相信这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样来这个扭转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这种负面情绪。那么，其次呢，我相信这个秦刚大使能够把中国的立场、中国的声音、中国发展道路的这些正确的信息传递给美方。值得注意的是，秦刚的赴任也结束了过去1个月中，中美两国同时没有驻对方大使的情况，这是自两国建交以来都十分罕见的情况。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已于去年9月离任，接替人选至今未公布。今年5月，有外媒透露，拜登政府有意任命前副国务卿伯恩斯接任这一职位。美联社报道称，伯恩斯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他曾在乔治·沃克·布什总统任内担任副国务卿，也曾就任美国驻希腊大使以及驻北约代表，现任阿斯彭战略集团和阿斯彭安全论坛的执行董事，同时兼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不过，伯恩斯没有任何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在谈到中国时，经常使用“对抗”一词，立场偏向鹰派。但他此前在接受德媒访问时曾表示，中美关系正来到一个关键时刻，经济脱钩不是现实选项，美欧日应联手制衡中国，并在特定领域与中国合作。美国政府官员透露，拜登对大使遴选过程非常感兴趣，并亲自参与到遴选过程。但人选之所以迟迟未公布，是因为还在对许多提名人进行背景调查和财务审查。白宫官员此前强调，在政府宣布之前，还没有人选得到最终确认。我相信，在目前这种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这种负面情绪，比较高，那么对中国的这个政策比较强硬的这种背景下，新的大使一定会受到很多反华议员的这个刁难，所以的话，这个过程，我相信不会特别的顺利。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秦刚作为新任驻美大使已抵华盛顿，引起海内外媒体普遍关注。您对此有何观察？我注意到，早在崔天凯离任之前，外界就已经有猜测说秦刚将会走马上任，但中方对此一直未置可否。不仅如此，对于秦刚的上任过程，中方的处理也是异常的低调。直到秦刚已经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才由中国驻美大使馆官网正式确认了这个消息。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办法阻挡中美两国舆论对于此事的高度关注。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最近几年以来，中美关系一直处于高度紧绷、高度复杂敏感状态，而中方在什么时候派出驻美大使，以及派谁出任驻美大使，就成为了外界观察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风向标。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去年9月，随着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的离任，美国驻华大使一职一直处于空缺状态，并且接替人选至今没有公布。而在今年6月23号，随着崔天凯的离任，中国驻美大使一职也有长达1个多月的时间处于空缺状态。这是自从中美建交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而赴外大使既是两国关系正常交往的基本沟通渠道，更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象征。外界因此担心，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将会因此而逐步走向不正常，两国关系的基本沟通渠道将会因此而进一步中断。在这种情况下，中方率先向美方派出大使，这体现出了中方不愿意看到两国关系进一步走向恶化，以及愿意率先打破僵局的意愿。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秦刚这次赴美上任正好是在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女士访华之后，因此不排除这是属于舍曼本次访华成果的一部分。假如我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拜登政府也将会很快公布新的驻华大使人选，中美大使级外交将会得到恢复。那么在您看来，秦刚这次走马上任中国驻美大使，将会在处理中美关系方面面临着哪些困难和挑战？我认为用人为受命这个成语来形容秦刚身上肩负的使命是非常贴切的。而且秦刚这次出任驻美大使，需要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可谓是千头万绪。首先我们知道，在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华期间，中方向美方提交了一份要求其纠正错误的清单，包括敦促美方无条件撤销对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限制，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等等。我认为这应该是秦刚赴任后必须要处理的当务之急。那么其次，大家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之所以越来越有针尖对麦芒的态势，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以所谓侵犯人权为由，介入了中国的新疆与香港等问题，而中方则认为美方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于是中美关系就因此而走向了进一步的对立。我认为这是秦刚上任后需要破解的中美关系瓶颈问题。那么第三，拜登政府上任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布局，包括怂恿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介入台海局势，纠集印度洋与太平洋沿岸国家实施旨在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以及召集欧洲国家准备跟中国打群架等等。这些都是秦刚上任后需要拆解的战略级别的难题。那么第四，针对拜登政府出台的竞争、合作、对抗、对华新三板斧的政策，秦刚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将中美之间的恶性竞争与对抗扭转到相互合作的大局上来，尤其是要化解中美之间的经贸与科技战。不过，虽然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甚至是非常紧迫，但是我仍然要说的是，这些问题还不是中美关系的病灶与病根，而仅仅是中美之间根深蒂固的顽疾发作之后的表现。中美之间所有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前总统特朗普与现任总统拜登执意挑起了对华新冷战，导致了中美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冲突与对抗走向了激化。大家知道，制服一头牛，首先必须要牵住牛鼻子。对于秦刚来说，要解决中美关系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首先还必须要从源头上化解美国的对华新冷战。不抓住这个牛鼻子，所有问题就都无从谈起。中美关系只会像一头不受控制、乱冲乱撞的野牛。那您觉得要化解由美国挑动的对华竞争乃至全面遏制，秦刚又将面临着哪些困难？我认为毫无疑问，秦刚担任驻美大使一职可谓是任重道远，他所面临的中美关系挑战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首先我注意到，秦刚大使在到达华盛顿之后，向中美两国媒体发表了讲话，他刻意提到了50年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为中美关系破冰这件事情。这个就说明秦刚已经把当前中美关系跟50年前处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在做对比了。而在我看来，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形势，甚至比过去那场旧冷战时候还要复杂，还要严峻。因为在旧冷战时期，美国不仅是把苏联当成为最主要的敌人的，
而且有意拉拢中国来化解这场旧冷战。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老一辈中国领导人只要抓住机遇，顺势而为，借力使力，为中美关系破冰就可以了。而现在，美国不仅把中国当成了最为严峻的竞争对手，而且是美方主动挑起了对华新冷战。那么其次，我们知道，中美双方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上本来就是尖锐对立的。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中美能够相互尊重彼此的不同，尚能和平共处。而现在是美方想要强行干预与挑战中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政治制度，那么对此，中方必然是要坚决反对的，是不可能妥协与退让的。这个也就意味着，要破坏与恶化当前中美关系是非常容易的，只要在现有基础上各持己见，煽风点火就可以了。但是要重新搞好中美关系，这需要前瞻性的眼光与高超的政治智慧。它不仅需要秦刚与中方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而且需要美方相向而行，把中美关系当成一件艺术品那样轻拿轻放。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三，美海军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穿航台湾海峡，并声称此举体现美国所谓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美舰进行全程跟监警戒，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周四在记者会上正告美方，玩火者必自焚，在台湾问题上切香肠只会切到自己的手。来看看报道。美国海军新闻处发布了第7舰队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航行通过台湾海峡的消息，并宣称此举体现了美国所谓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这是自拜登政府1月上任以来，美国军舰第7次穿航台湾海峡。周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美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穿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美舰进行全程跟监警戒，美频频实施类似挑衅行径，充分说明美是台海和平稳定最大破坏者，台海安全风险最大制造者。东部战区部队随时应对一切威胁挑衅，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于这种挑衅性的行动呢，我们见的也比较多了。对于美国有意炒作，我们也看到，它实际上是想用这样的行动，一个是挑拨两岸的关系啊，制造两岸的矛盾；还有一个呢，就是制造中美之间的这种摩擦和矛盾，然后呢，来达到它的这种就是以军事的这种强权来威慑你，来要挟你，来给你制定规矩。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我们应该说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应对的办法。而正在进行任内首次东南亚行的美国防长奥斯汀，周二在访问新加坡时表示，美国将与台湾合作，协助台湾强化抵抗威胁的自我防卫能力。此番言论让民进党当局兴奋不已，第一时间表达了感谢。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接受应询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妄图以美谋独，以武拒统，只会把台湾民众推向灾难。美国会针对台湾问题也是动作频频。周三，美国众议院通过约622亿美元的国务院拨款法案，法案纳入亲台议员提出的修正案，禁止国务院以联邦拨款制作、采购或展示任何将台湾纳入中国一部分的地图。该法案之后会送交参议院全体议员审议，若两院皆通过，将提交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后生效。此外，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周四还与台湾民意代表参加了日本跨党派议员联盟日华议员恳谈会在线举行的首次所谓战略对话。议员联盟顾问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大陆方面加强向台湾海峡施压表示关切，还插嘴香港问题，宣称不能让在香港发生的情况发生在台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四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所谓对话可以说是自说自话，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是负面的、错误的，事实上也是老调重弹，无人问津。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企图，都是螳臂当车，注定失败。
针对近期美台勾连动作频频，美国会推动涉台立法，美官员多次发表涉台错误言论。美军运输机7月15日降落台湾，同时解放军不断加大在台海的军事行动力度和强度。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也在周四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言行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威胁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正告美方，玩火者必自焚，在台湾问题上切香肠，只会切到自己的手。我们警告民进党当局，不要误判形势，挟洋自重，引狼入室。以美谋独只会把台湾带向死路，只会祸害台湾民众，也害了民进党自己。美国会研究中心近日还发布报告称，中国海军近年来不断推进现代化，越来越多地在西太平洋、印度洋等远海水域活动。中国海军对美海军构成重大挑战，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美海军首次面临此类挑战。对此，吴谦回应表示，美方无端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无非是为打压遏制中国造舆论，为谋求自身绝对军事优势找借口。美方言行体现出其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傲慢与偏见，中方不吃这一套。我们要求美方停止错误做法，让真相说话，让谎言闭嘴。美国务卿布林肯在向世卫施压，要求开启第二阶段包括中国在内的溯源调查，但他口中的证据、透明、专家主导、不受干涉，却一样都没能落实。越来越多美科学家也选择站出来。此前参与联署美国科学杂志公开信的科学家比约克曼，就通过邮件形式打深圳卫视记者提问，表达对新冠溯源政治化的不满。邵一鸣、王广发独家观察。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宣布，国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将于下周四主持以视频方式举行的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有关国家外长或主管部长、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代表、相关企业代表约30方将与会。而博鳌亚洲论坛周四在北京发布的全球新冠疫苗应用图景报告指出，中国在疫苗紧急研发中的表现引人瞩目，疫苗接种数量已超16亿剂次，在全球遥遥领先，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方面贡献也最大。全球新冠疫苗应用图景报告从新冠疫苗的研发、生产、应用、效果和前景等方面，展现了全球视野下新冠疫苗应用的全貌。报告指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在疫苗紧急研发中的表现引人瞩目，而中国能够跻身前列，并非偶然。中国多年来高度的重视卫生健康事业和疫苗的研发，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制定了健康中国战略以及行动计划，大幅增加卫生健康领域的投入，并在科技领域进行了巨大的投入和技术积累，使中国具备了强有力的疫苗研发的科技基础和人才的基础。报告认为，全球新冠疫情还将持续多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苗的研发和分配能否跟得上病毒传播与变异的速度。因此，如何提高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是当前全球抗击疫情中面临的最突出问题。而中国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方面贡献最大，对外援助和出口疫苗的数量超过了其他国家的总和。截至7月，中国已对外捐赠疫苗超2600万剂，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5亿剂疫苗和原液，相当于全球新冠疫苗总产量的1/6。此外，中国疫苗出口量是欧洲疫苗出口量的227%，是美国疫苗出口量的84倍。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部分国家囤积疫苗和疫苗国际分配严重失衡的同时，部分国家开始操弄新冠病毒溯源问题，试图转移外界对其抗疫不利的注意力。报告认为，这些都是疫情政治化的表现。正在科威特进行访问的美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举行会谈时，就再次向其施压，重申美国对世卫组织在包括中国等地进行更多溯源调查的支持，强调下阶段溯源调查应当及时、基于证据、透明、专家主导、不受干涉，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应当团结一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对此回应表示，美方实际上一点也没有做到。首先，布林肯说溯源调查应当基于证据，美方却空口污蔑中方实验室泄露，造谣所谓3名武汉病毒所员工患病，但连这3人名字都无法提供。其次，美方强调溯源应由专家主导，却动用情报部门开展调查，排挤打压客观理性的科学专业人士。此外，美方声称溯源要不受干涉，却有媒体报道称，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去年1月初采集的美国国内血液样本中检测出新冠肺炎抗体后，美国政府高官以干扰对华溯源工作、对美国国家安全不利为由，叫停了该溯源调查项目，封存了当年1月2日以前的血液样本，不再检测。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800万的中国网民联署呼吁世卫组织调查美国德堡生物实验室。美方如果真心想要支持溯源调查工作，就应该回应这些呼声，展现开放透明姿态，让世卫专家去美国调查。对于目前世卫秘书处单方面提出的第2阶段溯源计划，赵立坚表示，该计划未经世卫成员国一致同意，不符合第73届世卫大会决议要求，不符合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结论和建议，未全面反映全球溯源研究最新成果，无法作为第2阶段溯源合作的基础。实际上，为支持和配合世卫组织开展第2阶段全球溯源工作，中方专家基于中国世卫组织开展的第1阶段溯源工作及联合研究报告，在世卫组织秘书处提出第2阶段溯源计划之前，就主动向世卫组织提交了对下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方案。赵立坚介绍，这是一份科学、专业、经过实践检验的方案，认为第2阶段研究重点应放在动物中间宿主引入、冷链传播等联合研究报告明确的非常可能和可能等潜在传播途径，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开展溯源研究。对现有研究成果和新证据要进行评估分析，基于公开研究证据，经过综合评估，确定第2阶段溯源的地区和工作方案。溯源是严肃的科学问题，应当让科学家们把新冠病毒来源研究清楚，从而更好地防范未来风险。我们坚决拒绝政治溯源，对于真正的科学溯源，已经并将继续积极参与。与此同时，更多的科学家站了出来，揭批美国将溯源政治化的嘴脸。今年5月，美国科学杂志曾发表一封由18名科学家签署的公开信，声称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没有平衡考虑自然起源和实验室泄露2种理论，呼吁要认真考虑实验室泄露假说。这封信一经刊出，立刻引发阴谋论者关注，多家西方媒体第一时间对此进行转发，并称实验室泄露假说得到科学界支持。看到出现这样意料之外的后果，公开信联署人之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教授帕梅拉·比约克曼日前给自媒体播客节目《本周病毒学》写了一封简短的信，澄清了自己的本意。他说，参与联署科学公开信是因为他原本认为这封信将有助于募集更多资金，用于在动物宿主中寻找病毒。比约克曼在澄清信中使用“天真”一词来表达他的后悔之情，并称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份刊登在全球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之一《科学》杂志上的信会被用来推广实验室泄露阴谋论。深圳卫视记者周3晚通过邮件联络到比约克曼的助手马尔塔·莫菲。莫菲回信表示，尽管比约克曼本人认为新冠病毒更有可能源于自然，但他并非专门研究病毒起源的专家，因此在这方面应听取该领域专家的意见。莫菲在邮件中还提到，新冠病毒溯源问题被政治化，让比约克曼深感遗憾。再来关注台湾疫情，目前岛内正开放第4轮疫苗预约。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透过社交媒体宣称自己已经登记要打自产高端疫苗，还呼吁民众登记预约，但岛内民众并不愿跟进，网上选打高端疫苗的屈指可数。岛内舆论痛批高端疫苗2期实验尚未解盲，3期更是没影的事儿，台当局却急推，分明是政治凌驾科学。蔡英文周3在社交平台上宣称，他周2已完成疫苗意愿登记，选择接种台湾本土产高端疫苗。
他说，安全、有效、合法、符合科学标准的疫苗才会提供给大家接种，请大家放心。蔡英文办公室方面称，蔡英文正等候预约通知，以进行后续接种。至于副手赖清德，则倾向优先施打同样是台湾自产的联亚疫苗。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称，要感谢2位对台湾生技产业的关心与支持，但相关审查不会因为想打就赶快通过，仍要交给专家研判。台湾产高端疫苗在岛内一直争议不断，2期试验原先敲定在10月才解盲，3期更遥遥无期。台当局却说要让台湾民众在8月就施打。在此压力下，台湾食品药物管理部门只好匆匆于本月19日通过了高端疫苗紧急授权审查。因专家审查会议采取闭门方式，未公布讨论过程，包括岛内学者、在野党在内纷纷质疑是黑箱作业。台湾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直言，蔡英文从当初强调台产疫苗要符合国际标准，现在换成了符合科学标准，这标准是台湾自己决定的，明显是在为台产疫苗护航。对于蔡英文率先以身试苗带头预约接种高端疫苗，台北市长柯文哲就酸说，他喜欢打就去打，他自己愿意打的，我们也没有不能去干涉他什么，他喜欢打就去打。高端疫苗本身就是一个完全政治凌驾科学的玩意儿，它的产生的过程太过游戏了。现在蔡英文喊着他自己会把手臂会留给自己的台产疫苗，可是第一，真的会留给他吗？以蔡英文的诚信，你相信最后他打的真的是这一堆所谓的高端疫苗吗？这太多的问号在里头。台湾疫苗是一场笑话，会被大家当作是一个骗局。在蔡英文发布预约消息后，高端疫苗公司立即表示由衷感谢。岛内媒体注意到，周三当天，高端并没受到台股重挫影响，因纳入公费疫苗施打平台，盘中大涨近8%，收盘时涨幅5.35%。实际上，高端公司股价自今年2月1日的106元新台币开始，几个月来持续拉升，一度涨到每股417元。蔡英文为高端疫苗股价护盘，蔡当局上下的作为就是为了护航高端等质疑的声音从未停止。如果真的是很有自信，号称台湾世界数1数2的疫苗，你应该很有自信的去跟人家 debate， 就告诉人家说服人家说我真的是很棒。可是你有没有发现，高端用了80%的力量在股价部分，在所谓的推销，他在乎的就是股价的上上下下，其他东西他完全不在乎。但数据显示，截至周三下午5时，全台在疫苗预约平台上完成医院登记的总人数为8667679人，其中单选高端疫苗有92217人，占比仅1.06%，复选混打高端的也只有约5.3%。周三，在新北市立三重医院，旧金县密密麻麻的民众塞爆整条马路，而且还持续有人加入队伍。台媒报道说，会有这样的群聚乱象，是因为当天突然开放50岁以上民众打疫苗，并且一度传出不用预约就能打阿斯利康，于是有上千位民众都赶到现场。虽然最终发现是乌龙一场，但原本乏人问津的阿斯利康突然变得炙手可热，令人疑惑。不过现场的新北市民随即解开谜团，原来是害怕打到高端疫苗。傻子才会打高端，那就没有3期啊，打那干嘛？我想白老鼠是有点操之过急，没有跟国际上的标准一起走。率先进行接种，也没办法提振太高的打气，主要就是高端疫苗它并没有做到3期临床试验，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台湾中时电子报评论称，接下来指挥中心将面临的问题是，如果选打高端的人数太少，会不会买了太多，却让一堆高端过期，反而浪费民众的纳税钱？据统计，全台接种疫苗人数已达近732万人次，占29.93%人口，但只有约29万人打完2剂，仅涵盖1.21%人口，离75%人口接种2剂的群体免疫标准尚远。令人担忧的是，在高端疫苗不被民众认可的背景下，在即将到来的8月，岛内又将再次陷入疫苗荒。台媒报道称，台北市疫苗量最多撑到8月3日，新北市更是宣布8月1日到4日停打疫苗，嘉义市则紧急关闭预约平台。你多少疫苗，你应该都晓得，你有多少存档，你要给他多少，怎么一下子都不够这太离谱了。对此，陈时中试图安抚并甩锅给地方称，疫苗量都接得上来，但看起来大家施打速度都非常快，立即引发反弹声浪。
打太慢要怪我，打太快也要怪我嘛，叫他自己来打好了。拜托，一定要算得精准，不要让已经被通知可以预约，结果预约不到，真的是情何以堪。